說實話啊，我一直对紅旗呢有固有印象，总觉得風格偏穩重，更適合长輩日常代步，跟咱們年輕人啊普通家用日常開不太契合。但這次呢試駕到了這台天宮08，算是刷新我的認知了。那今天呢，咱們就好好聊一聊這台紅旗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。最先想聊的呀就是安全，毕竟家用车嘛，这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。以前呢，大家提起红旗，大多是觉得它是商务属性拉满，体面感足，很少呢会把它和家用兜底安全綁在一起。但这台天宮08啊，完全換了個思路，直接把家用安全標準拉得很高。市面上不少車啊，就剛好卡着國標的底線來做，夠及格線就行了。但這台車啊，3電底部的抗衝擊、泡水防護標準啊，都比基礎的國標高出不少來。平時你回老家走爛路，下雨天遇到積水的路段，心裡呢就會踏實很多了，不用時時刻刻緊繃着，怕磕到底盤。咱們女生開車呢，很難時時刻刻緊盯路面的坑洼，這種多出來的安全餘量啊，真的能少操很多心。那外觀和整體氣質上呢，也是它和老紅旗最直觀的區別了。以往紅旗車型啊，線條會偏厚重，氣場嚴肅，配色呢也偏深色沉穩掛，看着就有距離感。天宮08呢用上這種低飽和的配色，整體的線條呢更加流暢簡約，取消了老式的直瀑大格栅，換成了封閉式的簡約前臉，東方韻味保留着，但少了壓迫感。不管是女生日常代步開，還是年輕人代步啊，完全不會覺得違和。那另外空間方面呢，它堅持做大5座，沒有硬塞7座來湊數，每一排啊坐起來都不憋屈，空間的利用率也很高。個子高的男生坐在後排呢，腿也完全伸得開，長途坐着呢不會覺得很累。座椅啊我還挺有好感的，通風呢它是吸風不是直吹，夏天你久坐後背不會悶汗，也不會冷風一直吹得腰疼。偏寒體質的女生啊開着就會很舒服了。後備箱呢你日常裝行李踩個物資啊完全夠用了。放倒座椅之後呢，它的拓展空間特別的大，露營裝備啊大件行李啊你隨便塞，還有一個單獨的前備箱，裝濕衣服、海鮮這些東西呢剛剛好，分開存放啊，不會串味兒，弄髒後備箱特別的貼心。但車機呢用的是8295P 的芯片，後續的長期 OTA 更新呢也不會用2年就卡頓了。2塊屏幕互不干擾，我開我的導航，副駕追劇互不耽誤。65.5英寸的 AR HUD 呢，車速、路況提醒啊，直接投在了前擋風上，不用低頭看屏幕了。新手開車啊，真的很有安全感。輔助駕駛方面呢，走的是純視覺路線，對行人、非機動車的識別很準，緊急剎車很少會亂觸發，不會動不動就誤報警嚇一跳。那簡單跟大家說一下這2種技術路線的區別啊。現在智駕呢分激光雷達和純視覺，這套純視覺的方案啊，穩定性更強，後期維護成本更低一點，日常城市、郊區路況啊完全夠用了。只是面對特大濃霧、強光暴曬這種極端環境啊，上限可能會略低於激光雷達方案，只是路線選擇不同，倒算不上缺點。那底盤呢用的是前双叉臂後連桿，高配呢還有空氣懸架和路面預苗，你過減速帶啊、坑洼路面過濾的都很柔和，坐在後排呢也不會覺得晃或者暈車。那配上後輪轉向呢，這麼大的一台車啊，掉頭的半徑很小，小區掉頭、小巷穿行呢很靈活了。不過整套的底盤啊調教還是偏家用舒適的，開起來呢就比較平順，相對呢就缺少了激烈的駕駛的那種緊繃的操控感。那如果你喜歡運動感呢，這套底盤調教的風格大概率你會覺得偏柔和一點。那整體開下來呢，也能夠清晰感受到紅旗的轉變，不再只是主打商務氣場、長輩專屬的標籤了，而是踏踏實實的下沉到了普通家庭日常用車的場景裡。那紅旗天宮08的核心優勢啊，就擺在明面上了，安全標準足夠高，全車乘坐舒適性拉滿了，智能系統啊穩定省心，不管是外觀氣質、細節配置，還是調校取向，都跳出了大家對紅旗固有的刻板印象，比較適合日常通勤、一家人結伴出遊的使用場景。那你覺得這台走出不一樣路線的紅旗符合你的選車標準嗎？評論區一起聊聊吧。